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继续坐在我家的楼顶与大家说话。每当这时候，我就非常感恩，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不管是你是中国的，还是海外华人回到祖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这里的老百姓，不管一天的什么时候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人身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感恩我们所处的和平环境。而这种和平呢，并不是垂手可得的。这可能只是这地球上少数人的特权，而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其他地区的人，比如说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或者在中东的黎巴嫩人，他们可能每分每秒都得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可能不知什么时候一颗炸弹或者一颗导弹打过来了，然后小命就呜呼了。所以呢，今天咱们的话题还是与中东有关。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以为是假新闻。中东某国，这个国家我就不说名字了啊，今后就用某国来代替。这个某国啊，前天他的外交部长叫卡茨，在推特上，现在叫 X， 公然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这个国家不受欢迎的人物。古特雷斯没有权利踏上这个国家土地一步，也就是说，禁止古特雷斯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入境这个国家。你们说，像这样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特别的张狂，特别的嚣张呢？联合国秘书长是谁呀？他是这个地球上可以说威望最高的人。一个小小的某国，甚至敢这么张狂的公然说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是不受欢迎的人物。那为什么说他不受欢迎呢？原来是这样的。也是前两天，伊朗对这个某国发动了导弹袭击，大概发了200枚导弹左右，而事先他是通知了的啊。因为伊朗的导弹没有这个某国的先进，所以很多的导弹或者大部分导弹都被拦截了，造成的损失不大。但即使这样，这个某国恼羞成怒。为什么伊朗要对这个某国发动袭击呢？伊朗觉得他是主持正义，因为这个某国不仅对加沙地带的人民实行杀戮，也对黎巴嫩的人民实行杀戮。当然是打着比如说要除掉哈马斯或者除掉真主党的名义，然后呢对加沙还有对黎巴嫩实行狂轰乱炸，乱杀无辜，导致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丧命。所以伊朗认为他要主持正义，于是呢对这个某国用导弹进行了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开始呢没有对伊朗这种袭击行为进行谴责，而是对这个某国乱杀无辜进行了谴责。于是呢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就恼羞成怒，把联合国秘书长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某国这么做其实是啪啪打联合国的脸，把联合国秘书长都不放在眼里，其实就是不把全球的人放在眼里。你看有多张狂，有多嚣张。我真的非常的愤怒，我认为这太过分了。这世界上，我认为呢，只有这个某国这么胆大妄为，这么张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连大西洋的那个某国也不会。这个大西洋这个某国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呢是这个中东某国的儿子，而这个小国这个某国才是他的爸爸。这个世界就那么搞笑。正因为有这个儿子世界上最强大军事的这个儿子撑腰，所以呢这个老子才这么胆大包天，特别的蛮横，说这话不计后果。朋友们，我真的相信报应。目前可能还没有报应，但不表示没有报应。这报应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若是从小的格局来说，其实这个某国它的军事非常强大，并不是这个某国单一的自己，而是刚才说了，有他的那个大西洋彼岸那个儿子，因为他的军事非常强大，帮他撑腰，所以让他胆大妄为。你看他这个老爸出面，然后呢把中东所有这些阿拉伯国家打得屁滚尿流。经过了几次中东战争，从他这个某国建国开始到现在，你看他的那个国土面积的改变，只要看中东这个版图的变化就知道从这个某国建国到现在70多年，你看它的所谓的国土变得多大了，
其实就是把人家的国土抢过来占为己有。不过，即使你的军事再强大，但是你的生存环境更好了吗？更安全了吗？其实不，对吧？每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可能自己的生存环境就更坏了。不是说要除掉哈马斯吗？从去年10月7号开始，扬言要除掉它，可是快1年了，真的再过2-3天就1年了。不仅没有除掉，而是要乖乖的与这个哈马斯谈判，对不对？不是说要除掉真主党吗？但是除掉了一个真主党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其他真主党人站起来，哈马斯也一样。所以别以为你在军事上战胜了人家，占领了人家的土地，但是自己的生存环境可能变得越来越恶劣了。目前肯定是这样。我记得有个很好的例子，不知道是多少年了，应该有10几年了吧。一个加沙地带的72岁的老妇，黑寡妇，她亲自跑到哈马斯面前，要求他们给她一个腰带炸弹。她是说，我要用我自己作为人肉炸弹来报仇，报我的世仇，国恨家仇啊！为什么有那么深的这种仇恨呢？因为这个中东某国把她的丈夫把她杀死了，把她的儿子杀死了，把她其中一个孙子也杀死了，然后呢，把她最后的家园也炸没了。她觉得我做一个72岁的老妇，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吗？于是她义无反顾的自己跑到哈马斯面前，要求做人肉炸弹。这种英勇就义的精神，我相信呢，不仅是这一个老太太，还有成千上万的加沙地带的人民，标志着巴勒斯坦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所以你看，这个某国自从建国以来，它的军费开支1年比1年高，全民皆兵。网上有不少人说这个种族的人他们智商特别高，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等等等等。但是我认为，可能他们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智商特别高，但是总体来说，也许他们的智商并不那么高，他们的情商更不高。虽然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除掉哈马斯，还有除掉真主党，但是通过过去差不多1年来采取的各种行为，他们的生存环境绝对要比以前更差了。他们没有中国人这种以和为贵的理念。中国人认为远亲不如近邻，与邻居搞好关系比什么都强，对吧？大家和气才能生财。但是好像这个某国的人不这样想，他们到处树敌，真的他的邻国没有一个朋友，全是敌人。你说这样的生存环境会好吗？而且经过这过去1年来与所有这些国家为仇之后，今后我相信他的生存环境绝对会更糟，而不是更好。也许某一天，比如说伊朗，他真正的掌握了核武器之后，他有超音速导弹装上核武器，也许这个某国会灭国也不一定呢。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国家与做人一样，最好低调一点，不要那么嚣张。而这个嚣张这么狂妄，像这个某国的外交部长一样，竟然宣布人家联合国秘书长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入境他的国家，说他没权踏入这个国家土地一步。这样的言论简直毁人三观。对于这样非常狂妄的目中无人的言论，这世界上很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就站出来，比如说中国、俄罗斯等等国家，就对这某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在网上搜了很久，我想知道德国政府对此有什么看法。在德国自己的媒体，我没有发现德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批评，还是发表什么意见。倒是在一家很小的奥地利媒体提到一句，德国政府说这个某国这么说话非常不合时宜，不是不让某人进入这个国家，而是要加强对话，这样不痛不痒的说一句，这是批评吗？我觉得这是做老好人呢。这难怪自从去年10月7日开始，德国政府就旗帜鲜明地宣布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某国。德国说这个国家有权自卫。说到这里，我真的不能同意。我发现有些中国人跟西方国家想法一样，那就是他们只看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去年10月7号那天，哈马斯对这个中东某国发动了攻击，
西方媒体的用词是对这个某国进行了大屠杀，所以这个某国就有权自卫进行反击。俄乌危机也一样，俄乌危机这些西方国家的人，还有某些中国人，他们只是抓住了2022年2月24日那一刻发生的事情来判断，比如说俄罗斯是不对的，是侵略者。然后同样的道理，他们说去年10月7号那天，哈马斯不应该对这个中东某国进行大屠杀，所以这个中东某国就有权对哈马斯、对加沙地带进行屠杀。西方国家称之为自卫。对这样的观点我不赞成。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从一个时间点来判断，而是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个中东某国自从它建国以来70多年，你看它在中东它是怎么样的，它的行为举止如何？为什么在中东国家它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呢？难道不应该反思吗？难道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吗？他原来的版图是什么？到了2024年，他的版图又是什么？他过去几十年来，你看对巴勒斯坦人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对吧？过去我不是特别关心国际政治，但是我还是经常过去看了德国媒体、德国电视，也是经常报道，比如说巴勒斯坦人是怎么样被这个中东某国人炸的，一些扔石头的小孩也被炸死了，等等等等，手无寸铁啊！这样的人一个一个被杀死，他们的家园被炸没了。即使最和平的人，他也会起来反抗，对不对？最和平的人，他心里也有仇恨啊，家国仇恨就这么来的。特别过去1-2年，从俄乌危机到中东这边，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国家，你的军事不强大，外交不独立，你的经济不独立，你的军事不独立不强大，那你这个国家，你说话就像放屁一样。现在还是丛林法则。而中东这个国家，就是因为他有大西洋彼岸的那个大儿子军事最强大，帮他撑腰，所以他为所欲为，树敌再多也无所谓。如果没有中国军事上的独立，如果没有前几天中国事先宣布我要定点发射东风31A 这个洲际导弹，射程12000公里，直接打到南太平洋秘鲁附近的一个地方，100%命中，所以才让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不敢再说什么了。没有军事上的强大，你中国屁都不是。所以我现在特别相信，真理就是你的导弹射程之内。你们想想看，假如今天中国没有那么强的军事，你们觉得中国有那么好的和平环境吗？也许中国这土地上到处都是弹坑呢，对不对？可能就像加沙地带一样。所以这和平呢，并不是说垂手可得的。中东某国超级狂妄，还体现在，我还记得今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竟然公然侮辱联合国。我们看这个画面，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高调的宣布拿着一个粉碎机，就是文件粉碎机，是透明的把联合国宪章把它放进去，就这么粉碎了。这个国家这么做，其实是侮辱联合国的最高级的动作了，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可是让我非常失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可能我们中国自己，没有实际的站出来，采取任何的行动，阻止这样的行为。既然你这个国家都不把联合国宪章放在眼里，那你这个国家还有权、还有资格在联合国作为会员国吗？那世界上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应该站出来，把这个国家踢出联合国。我认为这样才对，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再在联合国里面，太嚣张了。看到这样的动作，我真的特别的气愤。这种蛮横，这种嚣张是谁给的呢？他一个国家，一个小国，不可能那么胆大包天，而是他后面有他的儿子，他的干儿子，自己自诩为世界上军事最强的那个国家来帮他撑腰，所以他才为所欲为。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德，他的报应迟早会来的。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要说我心里想说的话，真的特别希望这报应早一天到来。今天早上我在刷视频的时候，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某国的一位普通公民可能吧，他看见一个土耳其的记者在这个国家做报道，然后呢就粗暴的过来说，这个人应该滚出去，回到土耳其他的国家去，不要在我们这个国家报道，就这么嚣张。可见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的政府，也包括他的人民也特别的嚣张蛮横。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人做人一样，要低调，以和为贵，这样你才会有朋友，你才有一个和谐生活的环境，对不对？否则你这个国家，你的路越走越窄，最后你连路都没有了，只能死路一条。这是我希望这个国家受到的报应。因为过去这些年我看到太多了啊，太嚣张太蛮横了。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太喜欢中东这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因为他们的宗教怎么样。但是我们撇开这一点来说啊，中东国家的人，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好，还是伊朗这波斯国家也好，他们其实生活的非常憋屈啊。他们也想能够挺直腰杆做人，可惜他们一个国家，他们自己力量太小了，他们互相也不团结。被这个小小的一个某国蹂躏，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些国家对这个中东某国的仇恨还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报应那天的到来。对于中东某国如此高调的拉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德国人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吧。以下是奥地利媒体皇冠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以色列有美国作为保护国，以色列还有自己强大的军队，但是如果阿拉伯世界，如果全世界的穆斯林团体都反对邪恶的西方，那我们西方，那就是美国和欧洲，可就惨了。我们也不难看出，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欧洲法院等等等等，已经变得多么无能为力。事实上，一直都是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下一条评论：不让这东西入境很好。我们继续往下，古特雷斯完全不合时宜，他有偏见，这是他的职位所不应该有的。他也从未明确提及哈马斯的袭击，他也没有提到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火箭弹。而德国对入境禁令的反应简直令人震惊，这一定是绿党外长的错。我们看下条评论：对于这次禁止入境事件，当然应立即在德国联邦总理府再次升起以色列国旗，而对于以国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光荣保卫战，也应升起第二面以国国旗。下一条评论：古特雷斯显然有偏见，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不能这么做，他现在就应该辞职，而不是等到2026年底。我们看下条评论吧。您如何评价中东局势？从一开始就是个火药桶，它永远不会结束。不用成为专家也知道这一点。我们看下条评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是所有专制国家的白痴，因此他确实应该被禁止入境。下条评论：以色列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更有勇气。这么小的国家，四周都是敌人，他们很清楚自己做什么。如果以色列没有自卫能力，它就不再是以色列了。整个世界都在受阿拉伯世界的支配，而以色列没有，这是好事。继续往下吧。在美国人的无条件支持下，以色列正在剥夺一切超越道德、伦理和国际法律界限的权利。下条评论：得到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是否也在这样做？下条评论：这样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地摧毁伊朗铀加工设施的机会不会这么快再次出现。我无法想象西方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往下，恐怖和暴力，尤其是针对各国平民的恐怖和暴力，都是要反对的。不管是伊朗、真主党还是以色列所为，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不是每个人都希望和平，就不会有和平。受害者永远是平民。我觉得可悲的是，我们人类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生物，实际上我们是最愚蠢的，因为持久和理想的和平才是智慧的体现。
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可以看到有1000多条，我们选关注度最高的来翻译。第一条评论：古特雷斯对的地方他是对的，双方显然都卷入了这场冲突。继续往下，真是厚颜无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对内塔尼亚胡发出国际逮捕令。看下条评论吧。以色列政府现在似乎完全不听劝告，否则很难判断为何会拉黑联合国秘书长这种行为。没有西方，主要是美国，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很难在军事上决定这场冲突是否对自己有利。现在，以色列政坛上保守到激进的右翼势力应该最终承认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回到两国解决方案上来，而不是继续在该地区制造仇恨和平民伤亡。矮小的以色列国生活在对以色列态度迥异的阿拉伯国家中间，以色列需要与这些国家建立可靠的政治关系，只有这样，安全与繁荣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而不需要不断地进行军备竞赛。为此，需要的不是暴力和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而是别的东西。下一条评论：虽然这肯定不能1对1的转嫁，但内塔尼亚胡似乎就是那个认为其他人都是逆行司机的逆行司机。也许我错了，内塔尼亚胡是唯一一个对以色列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这绝不是将对以色列或其他国家的任何攻击合法化或相对化。恰恰相反，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必须说出问题的名称。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右翼分子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下一条评论：联合国在黎巴嫩的蓝盔特派团显然对真主党从那里发起的对以色列的袭击毫无作用。事实证明，近东救济工程处与哈马斯的目标和人员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非常理解以色列将联合国视为敌对组织。我们继续往下。数十年来，无论谁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都在藐视联合国。下条评论：以色列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不全心全意支持他的人都是反犹主义者和以色列国家的敌人。我们看下条评论：难以置信，到某个时候，对以色列的团结将不复存在。德国政府支持以色列，也无法再向德国人解释。以色列政府必须意识到，联合国看到的是所有受影响的人，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最终，人质越来越被遗忘，而他们才是最应该被关注的。看下条评论吧。即使不谈以色列及其敌人这个话题，古特雷斯根本不适合做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毫无意义。下条评论：我觉得拉黑古特雷斯挺好，联合国尤其是他一直都在反对以色列。顺便说一句，解除真主党武装是联合国的职责所在。下条评论：也得允许人们批评以色列吧。下条评论：对我来说，古特雷斯先生的行为方式只有3种可能：一，他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和仇视犹太人的人；二，他被伊朗收买；三，他既愚蠢又天真的危险。当然，我不知道啊，但这3种原因的结合体是显而易见的。下条评论：以色列正在慢慢挥霍任何支持。我可以理解任何针对军事恐怖袭击目标的进攻性自卫行动。以色列周围有太多的势力希望消灭所有以色列犹太人，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此采取行动。然而，有些决定缺乏远见或退出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想激起像伊朗那样的反应，否则他们也不会袭击胡塞武装。还有在约旦河西岸的驱逐行动和在联合国的无头外交。我们往下看，谁是中立者似乎等于反以色列。螺旋式的报复会带来什么？下一条评论：这样做是好的，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建立一个更好的、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联合国。荣耀属于以色列。下条评论：入境禁令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古特雷斯对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进行了相对化处理，
虽然他谴责了这次袭击，但在提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时，他说袭击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从根本上说，这个人是不可接受的。好，朋友们，以上2家德语媒体大概能反映出德国以及奥地利人的想法吧。老实说，让人五味杂陈。还有，我发现在这个中东某国外交部长推特，现在叫 X， 他这条拉黑联合国秘书长的推文下面，有全世界很多人他们的留言、他们的评论。我们来看几条，我觉得这些评论才能反映出全世界人民的心声。我们也来看几条，目前为止有6900多条评论。第一条评论，某国外长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批评以色列，都批评伊朗对某国的袭击。然后这位网友贴出了这张讽刺地图，上面所说的所有国家只有五眼联盟国家、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国家。下条评论，太棒了，这正是以色列需要采取的行动。亲恐怖分子的喉舌，有毒的非政府组织，犹太人民的敌人，不应该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受到欢迎。我们继续往下，以色列在种族灭绝期间杀害了大多数联合国援助人员，现在他们又禁止了秘书长。下一条评论，以色列是一个恐怖组织，它一直都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将继续是一个恐怖组织，直到它被瓦解，这将会发生。下条评论，伊朗人袭击了一些以色列的军事基地，而你们却在实施种族灭绝，搞种族灭绝的纳粹国家真是厚颜无耻。我们继续往下，干得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将以色列逐出联合国。下条评论，你们轰炸孤儿院和学校，伊朗袭击的是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被用来协助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整个事件暴露了你们的虚伪。下条评论，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25000多名妇女和儿童，你怎么不谴责你的国家？是时候让你们感受一下国际刑事法院的长臂了。下条评论，太棒了，联合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而古特雷斯就是他们安插在联合国高层的支持恐怖的人。我们看下条评论，点个赞吧，如果所有西方国家也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下条评论，他显然不支持你们正在做的事情，禁止他去以色列就像禁止他做旅行计划一样疯狂。我们看下条评论，没有联合国就没有以色列，如果你不想要联合国，很简单，离开巴勒斯坦，回到波兰、基辅或布鲁克林去。我们看下条评论，你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不配踏上以色列的领土，永远不配。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你在自欺欺人，只有极少数国家谴责伊朗，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对以色列唯命是从，大多数国家都在庆祝。可悲的是，以色列通过种族屠杀成为一个流氓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谴责他。我们就此打住吧。从以上网友们的评论看，你们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某国呢？那么朋友们，你们对这个中东某国如此粗暴、如此蛮横、如此高调、如此张狂的拉黑联合国秘书长有什么看法呢？你们也相信因果报应吗？你们觉得中东某国它的未来到底怎么样？也请在下面留言。好的，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